东西现在都很贵，香港很贵，国外应该也一样，东京很贵，巴黎很贵，伦敦也很贵，纽约很贵吗？比深圳还贵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k。上一期做了一期物价对比的视频，对比了深圳和香港。深圳呢，现在被称之为是世界的中心，因为它不光金融很发达，也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世界领先的公司，比如说腾讯、大疆，还有顺丰，这都是全世界都受人尊重的公司。那之前世界的中心大家都说在纽约，那深圳作为冉冉升起的新星，我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下深圳跟纽约物价的对比。很多人可能觉得深圳跟纽约这个物价怎么有可比性呢？其实对比之后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Let's go。我们这次的对比还是通过比价网站 Namble 作为一个基础的数据来对比。因为我在深圳跟纽约都生活过超过1年的时间，所以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对网站的数据做一个校正。这里呢，为了方便对比，我把纽约和深圳的物价全部都转换成了等价的人民币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更方便来对比。首先来跟大家对比一下吃的部分。正常平价吃一餐，深圳需要30，纽约折合人民币要131块钱。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偏高啊。纽约其实有很多平价的餐厅，因为像我经常去的一些中餐馆，他们在午餐的时候都有一些午餐的优惠。一个套餐也就是大概人民币50块钱左右。像他们在纽约，特别是华尔街特别喜欢吃的，他们叫 Halal Food， 那个的话其实也就大概折合人民币也就35到40块钱。当然有一个人要花20块钱、30块钱的，比如说日本拉面之类的，但是一般来讲价格没有到20美金这么高。我觉得平均一个人一顿饭10美金左右差不多吧。我觉得深圳跟纽约的对比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，平价吃一餐，纽约比深圳要贵1倍，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。2个人去中等的餐馆要3个菜的话，深圳要花人民币200，纽约需要花655，也就是100美金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因为纽约的好一点的餐馆的话，它的环境会比较好一点，收费也确实比较贵。而且在纽约的话，因为除了餐本身的价格之外，你还要另外再付15%以上的小费，以及8.875%的税，所以这个加起来基本上在你平时消费的价格的基础上，还要再上浮25%左右。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高的，所以我觉得中等餐馆的话，基本上纽约要比深圳贵大概2倍左右。麦当劳的套餐，深圳卖35，纽约9美金。折合人民币大概60块钱。我觉得这个对比稍微偏高了一点，基本上一个麦当劳的套餐纽约在6到7美金之间，价格差不多是在深圳的1.5到2倍之间。那啤酒的对比，纽约0.5升的啤酒需要7.5美金，也就是人民币50块钱。深圳的话需要8人民币。它对比的应该是在餐厅的价格，餐厅的酒水是一般都会比在超市里边呢，在商场里边买要便宜，要贵一些。如果是中档餐馆的话，7.5美金0.5升的啤酒，我觉得价格还算相对合理。那纽约比深圳要贵大概1倍到2倍吧。咖啡的价格，纽约和深圳的价格基本上是同等。可乐的价格差距很大，纽约大概需要2.13美金，差不多。纽约就是在自动售卖机也好，或者是71也好，都是大概这个价格。那在深圳的话，就大概需要3到3.5块人民币。但是在美国买可乐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超市门口的自动售卖机330毫升一听可乐是2美金，如果你进到超市里边2升的大可乐大概也是1.5到2美金左右，所以这个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你想喝冻的，你想携带方便，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价格。水的话，基本跟可乐是同样的情况。那其实平时在超市买一瓶水也需要大概1.5美金到2美金之间。但是如果你去大型的超市，比如 Costco， 40瓶的水可能也就大概人民币30块钱吧，也就是5美金左右。好，餐厅的价格做一个总结，纽约比深圳贵，大概贵1到2倍左右。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超市的价格，牛奶的价格，深圳的价格是纽约的2倍，1升牛奶纽约大概是人民币8块钱，12个鸡蛋深圳卖大概16块钱，纽约卖20块人民币。然后大家会发现鸡胸肉的价格差距非常的大，1公斤的鸡胸
胸肉，深圳需要38块钱，而纽约需要87块钱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，因为他们的是比较喜欢吃没有骨头、不带皮的肉，所以说整个鸡肉里边对他们来讲最有价值的就是鸡胸，而我们最喜欢吃的鸡翅啊、鸡腿啊，还有是鸡爪子啊，他们那边就卖的非常非常的便宜。深圳是完全相反的，水果的价格其实没有网站上列举的差距这么大，但是不管是在深圳还是在纽约，共同的情况就是当地可以种植的水果价格就非常的低，但是如果只能从国外进口的话，价格就会高很多。我曾经试过在纽约买3个火龙果，花了我人民币大概150块钱，在深圳需要多少钱？20块钱吧。蔬菜的价格网站给出的纽约是偏高的，因为据我的生活观察，其实蔬菜的价格跟深圳是差不多的，比深圳偏贵一点。但是同样的肉类的话，基本上在纽约猪肉的价格在人民币15块钱一斤左右，排骨可能贵一点，大概人民币20块钱一斤。像鸡肉的话是最便宜的，可能一斤鸡腿的话只需要5块钱人民币，然后鸡翅的话也就大概10块钱人民币左右。这点上肯定在深圳的价格是比在纽约高很多的。那酒类的价格也是一样，红酒因为美国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好的产区，在洛杉矶那边，所以红酒的价格美国一般都会比较便宜，大家去朋友家聚餐拿的酒都在8到12美金左右，不会超过15美金。我之前曾经去一个酒庄里边去参观，然后它里边卖的最贵的酒是25美金，也就是人民币大概130左右，不超过100块钱，在深圳应该买不到什么太好的葡萄酒。烟的价格差距非常大，虽然我不抽烟，但是去71可以看到同样的，比如说万宝路，纽约的价格是深圳的5倍甚至以上，基本上一盒烟折合成人民币在100块钱左右。那超市的物价总体来讲，肉蛋奶纽约的价格都低很多，蔬菜的价格之前是跟深圳差不多的，经过了这2年物价的变化，我相信深圳的价格甚至有可能会略高于纽约。说完了超市，我们来说一下交通。纽约的交通是很贵的，在深圳我们坐一趟地铁也就是3到5块钱，那纽约的地铁单程是3美金，也就是20块钱人民币。如果你经常坐地铁的话，你可以买纽约的月票，那它的价格呢是120美金，也就是人民币800块钱。坐出租车也贵很多，深圳起步价10块钱，而纽约折合人民币需要23块钱，每公里深圳需要2块5，而纽约要花费12块钱。不管是公共交通还是坐出租车，纽约都要比深圳贵很多。我试过从纽约的其中一个机场打车到我住的地方，大概需要人民币1000块钱，在深圳应该可以坐出广东了吧。那这个部分都是纽约价格比较高的部分。那如果开车的话，汽油1升的话，纽约大概4块5毛8，而深圳大概需要7块1毛4。车的话，网站给出了2款，一款是大众的高尔夫，价格呢跟深圳相比几乎没有差别，还有一款是丰田的卡罗拉，也只比深圳贵了1万块钱人民币。但是要说明的一点，在纽约买平价的车其实跟在深圳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如果价格再高一点，比如要买奔驰、宝马或者是更贵的车的话，纽约的价格是比较有优势的。比如说宝马7系的话，可能美国的价格只有中国的1半左右，这个主要是大排量的车税收的问题，所以在深圳要比在纽约高很多。那交通的话，其实如果是坐公共交通，在纽约是比较花钱的，但是如果是自己开车，不管是加油还是买车的成本，纽约要低很多。当然我们不谈纽约曼哈顿本身的交通问题，因为它的拥堵太严重，所以说如果方便的话，在纽约还是用公共交通会比较合适。但是在深圳，我觉得不管是坐地铁还是坐公交车还是打车还是自己开车，都会相对的比较方便。那水电网的价格，85平方的公寓，纽约大概需要1058每个月，深圳大概需要花费469，深圳的价格差不多是纽约的1半。每分钟的通话大概纽约是7毛2人民币，而深圳需要1毛4。这一点其实纽约跟深圳一样，很多时候都是有套餐的。那在纽约基本上他们的套餐是国内通话免费，或者是不管是在美国、加拿大还是在墨西哥打电话都是免费的，但是流量会比较低一点，基本上每个月40美金的套餐300块钱人民币，大概也就是5个 G 的流量。深圳用中国移动的话，流量还是会多出不少。那网线的费用，宽带每个月纽约需要人民币422，深圳只需要128，纽约的价格是深圳的3倍。好，到了体育和休闲的部分，网站给出的价格跟实际出入是比较大的。健身房的月费，网站显示每个月纽约需要99美金，这个跟现实当中差距巨大。我当时办的健身卡每个月是25美金，那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50块钱左右。深圳呢，每个月需要
要200块钱，所以其实健身房的费用纽约是要低于深圳的。那电影票的话，每一张电影纽约大概需要16美金，也就是人民币100块钱，而深圳需要50块钱左右，这个价格比较合理。但是纽约看电影可以办一个 Movie Pass， 它几乎可以看所有新上映的电影，但每个电影只能看一次，它每个月的价格是10美金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划算的，基本上每个月花70块钱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看所有新上映的电影，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电影院可以选择，这点还是比较划算的。整体来讲，我觉得深圳在体育和休闲的费用是要高于纽约的。那幼儿教育私校的话，幼儿园纽约一个月需要17400人民币，深圳需要大概人民币4900块钱，纽约的价格是深圳的3倍。私立小学的话，纽约每个小孩每年大概需要25万人民币，而深圳需要16万。可以看出，如果上私校的话，在纽约是比在深圳要高出很多的，至少是2到3倍的价格。但现在深圳的学区房还是给学生家长压力挺大的，因为没有学区房的话，上学还是比较困难的。这一点在纽约的政策是没有学区房的概念，它的政策就是就近入学，不管你是买的还是租的，你只要住在这里，你就可以在这里上公立的小学。当然私校的话是看钱说话的。衣服的话，其实纽约跟深圳价格都差不多，超过100美金的价格需要支付额外的税，所以说纽约的价格应该是比深圳要贵10%到20%左右。又到了物价的大头，先说租房，先说结论吧。纽约贵，很贵，非常贵。深圳一房的价格，市区大概需要5500块钱，而纽约需要20300块钱。在市区之外，租一房的价格，深圳大概需要3300块钱，而纽约需要13000块钱。而在市中心租3房的价格，深圳需要人民币11300块钱，纽约需要42300块钱。在市区以外，深圳需要7200块钱，而纽约需要22300块钱。纽约的租房价格大概是深圳的3到4倍。而说到了大家最关心的房价，各位，纽约市中心每平方米的价格大概是人民币100700，而深圳的价格是101600。深圳比纽约的房价高出0.86%。而在市区之外，深圳每平方米的价格是57240，而纽约市区以外每平方米的价格是52028。深圳的价格比纽约高出10%。顺便说一下纽约跟深圳的住房贷款，深圳的住房贷款平均20年的贷款是5.15%，而纽约是3.7%。深圳比纽约的房贷利率高出了39.25%。好，最后说一下收入，全深圳平均每个月每人税后的收入是8919人民币，而纽约平均每月每人的税后收入是40231人民币，纽约是深圳的差不多4.5倍。做一个总结，我认为在外边吃饭的话，纽约比深圳贵1.5到2倍。超市的话，我认为深圳比纽约高10%到20%。那交通的话，如果乘坐公共交通，深圳的价格大概是纽约的1/3，而如果是加油和用车的话，纽约的优势无疑是非常巨大的。水电网费，纽约的价格大概是深圳的3倍。而休闲娱乐，我认为整体深圳的价格比纽约略高。那居住成本的话，如果是租房，纽约非常贵，但是如果买房的话，恭喜深圳人民，你已经超过了纽约。根据网站综合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是，深圳的综合购买力比纽约低43.67%。那我们做了全面的分析和对比，深圳和纽约的物价和你认为的一样吗？欢迎大家留言，也欢迎大家为我的视频点赞。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请收藏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